17岁的梦只能用迷茫，剧情意外的走向，冰与火的热烈碰撞，却开启春年少帷幕的开场。陪伴的时光，坚定了梦想，现实暂时都隐藏。虽然一路跌跌撞撞，莽撞的青春从来不怕受伤。慢慢学会勇敢坚强，幸运有你一起成长，约好未来也一起闯，追梦路上成为更好的模样。长跑赛场胜利分享，微笑够张扬，描绘我的超级梦想，邀请你将颜色贴上，信件自己传递力量，装满了向往，刻画我的超级梦想，我们相会未来远方。嘿嘿嘿嘿，这一刻的疯狂，嘿嘿嘿嘿，青春散发着光。小雨，吃点东西吧。妈，我不饿。刚才物理课你没记吧？拿来抄吧。等一下。防守积极点，把位卡住，内线。漂亮，漂亮，很好。篮板球啊，好。空档，注意来开空档。刚才为什么不接我球啊？啊？来，传球。马一鸣，马一鸣，你们还没和好呀？别说了，臭小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变这么死心眼儿了。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？为什么让人丧失理智？那现在怎么办啊？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去找证据，证明这件事儿另有其人。怎么找啊？嘘。我们现在周围的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是凶手。所以我们要找一个绝对隐蔽的地方。那既然这篇文章一大早就贴到了公告栏上，那是不是就说明这个人是大半夜贴的呀？那就算咱们知道是大半夜贴的，那咱们也不能锁定目标啊。还有一个办法，什么办法？徐梦雨说过，带来学校的样数不多，所以给了哪些人，他肯定知道。我们只需要把那些人找出来，然后看看谁缺少了抄袭的那一页，谁就是我们要找的人。梦姐，我们都等你回来呢。梦姐，今天上课的笔记我都给你记好了。梦姐，你有什么话可以对我说啊？梦姐，那你今天来吗？梦姐，你明天会回来吗？
梦姐，我在你家楼下地铁口，能见个面吗？梦姐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我就想来看你。现在看见了吧？你可以走了。徐梦雨，听说你要转学啊？你能不走吗？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高一的时候，我跟老师说我作业被风刮走了，其实是我没写。还有一次我迟到了，我跟老师说我肚子疼，其实我没起来。还有一次考试，我还看了别人答案。所以你是想说，抄袭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吗？我是想跟你说，其实每个人他都会犯错，以前会犯，那以后也会犯，会犯很多很多错误，错了就知错，咱们改了就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对不对？一次错误不能成为你人生的所有。如果你明明知道自己犯了错，还要在安全屋里继续逃避面对，那才是真正的可耻。你回家吧。陈俊中学的各位老师、同学，我是徐梦雨。我在这里是想给大家道歉。对不起，我抄袭了。这么多天，我一直反复问自己，我写作的意义是什么？是为了获得所谓虚荣的赞美，还是表达我自己？但是在荣誉和赞美中，我迷失了自己的本心，我把我自己弄丢了。但是很庆幸，我还有机会弥补，还有机会找回自己。成功没有捷径，只有付出加倍的努力。我愧对学生会的所有同学们，做了不好的表率，所以从今天开始，我会辞去学生会的所有职务。再次向所有同学、老师道歉，对不起。梦雨，他这么一道歉。回来了。你可算回来了，你去哪儿了？我以为你转学，急死我了，你知道吗？没事儿，我这不回来了吗？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我帮你拿书包。
大家好，我回来了。徐梦雨啊，你误会夏小华了，他不是一个两面三刀的人。如果说你一定要找到那个贴公告栏的人，很简单，这是夏小华的书，很完整。缺的那页在第35页，谁缺了，谁干的。我的在哪？还有谁都拿出来。哎，幸亏我在了啊，35页我也在。我的税在呢。哎，压根没发给我。那剩下的人也都把书拿出来比对一下。都别找了，我不想知道这个人是谁。为什么？你不知道大家怎么说你的吗？就是因为我知道，我不想让那个人再经历一遍我经历过的。是我也好，不是我也好，什么都已经改变不了了。而且孟雨也为他的过错付出了代价。我同意小花说的，那个人没有做错，错的是我。就算他没有说出来，我还是错了。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吧。梦雨，欢迎回来。孟雨，欢迎回来。孟雨，欢迎回来。欢迎回来。欢迎回来。你还记得你上次在天台对我说的话吗？记得。其实上次在天台的时候，我很担心这个事儿会被别人发现，每天都很害怕，不知道这个谎言什么时候会被戳穿。越是隐瞒，越是丧失了坦白的勇气。但是你还是回来了呀，所以呀，你并不是一个懦弱的人。我以为我这次回来，大家会指责我，会看不起我，但是没想到他们都重新接受了我，我还挺意外的，也很感动。有时候，其实最难过的是自己心里那一关。当你鼓起勇气迈出那一步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事情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可怕。我还要跟你说一句对不起，这句话我想说很久了，今天终于说出来了。你说的对，迈出这一步，好像没有想象中这么难。小花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一直不找出那个人的话，可能大家都会觉得你就是那个两面三刀，逼走徐梦雨的人。然后今后的1年，我们2个就都会被你连累的。好啊，你们2个，居然不是为了我，是为了你们自己。可不是吗？所以我就是不清楚你的脑回路到底是什么形状的。哎呀，我知道你们俩是为了我好，但是我相信那个人他并没有恶意，他只是没有勇气当面指出来而已。其实我跟他也一样啊，我不是也知道徐梦雨抄袭，但也没有指出来。所以你这个不是圣人是什么呢？我才不管这是圣人还是什么呢，我就是这样想，就这样做了呀。每个人都有自己处理问题的方式，那可能不对，也可能会后悔，那谁知道呢？被接受是容易的，但是有的时候为了做自己而被讨厌，也同样需要勇气的。
行吧，不管最后结果如何，我都会坚定地站在徒弟你这边的。还有林东，哎，我持保留意见啊。不过，还是愿意跟你们一路的。哎。 是谁在篮球场奔跑青春？是谁在课本里翻动年轮？是谁在一张张试卷推敲着答案？怀疑过人和人有不同的天分。我的。单车上金黄时代。 是谁在音乐里唱错节拍？跟你还说什么？是谁在一场场比赛学会了勇敢？只愿做不放弃、不害怕的小孩。终于逃脱出束缚自己的牢笼，打碎假面，找到了那个懦弱的自己。第一次感觉到微风吹在脸上也有甜甜的味道。 重新认识一下，你好，徐梦雨。为什么长大的嘴巴一样的眼光？你看到的模样是我们的倔强。张开手，你和我逆风飞翔。你生来就是个大人物，只不过需要暂时吃点苦。加油，徐梦雨。 都认真点啊！看你们这一个一个的，平时在教室里不是挺欢实的吗？这出来怎么都蔫了？跟大家宣布个事儿啊，咱们学校的篮球比赛时间已经定了啊，就在下周。啊，这么快？老师，我们的体育课都被其他课给占了，这哪有时间训练？校长不是找虐了吗？不是你年纪轻轻的，你有点自信好不好？这么热血又有激情的运动，你们班谁毛遂自荐来组织一下啊？ 快期末了，也没时间。没人来，我可点名了啊！蓝俊辉，到。你跟马一鸣一起负责你们班的篮球队。是。大家自由活动一下吧。好，同学们，咱们学校的篮球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。我先简单说一下规则。咱们这次比赛由高一和高二的所有班级组成，每班出5名队员。如果人数不够的话，按弃权处理。比赛采用淘汰制，一会儿会抽签来决定你们的对手是谁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。没有的话，咱们开始抽签吧。你们班开始，来。 解散。哎，我说蓝俊辉，你们班就这么几个人？你刚没听教练说吗？参赛人数不够，直接视为弃权。这样你说多可惜啊！哎，要不我说你们直接退赛得了，到时候人数不够上场，多尴尬。哎，毕鹏啊，我跟你说啊。 别看我们班现在没人，但是随便挑一个人都能用小拇指头打
打爆你们班的所有人，这么运球。没人就没人呗，装什么大尾巴狼啊？省得到时候进不了预赛。行了，加油吧，你别到时候初赛就淘汰了。咱们班还有你们班，无缘总决赛啊。大话不要说得太早，不然到时候丢人现眼。什么味儿这么大？你闻着了吗？有股孜然味儿呢。嗯，你闻没闻到？好像是有点味儿。不是，你这味道也太大了吧你！哎，你少胡说八道啊！我没胡说八道啊！我说兄弟，咱们这篮球累归累，对不对？个人卫生你得注意。就是啊，不好啊，是不是得注意？对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多用点洁厕灵洗一洗。洁厕灵洗不干净，得用84消毒液。也行。再见，高考男孩。自然男孩。也行。江静啊，前锋考不考虑一下？前锋呢，就是只冲在我们这个篮球队伍里面的位置里面最前。这道题我得好好解一下了。陈宇啊，怎么了，辉哥？得分控卫这件事儿你怎么说？我跟你讲啊，辉哥，我过2天肚子可能会疼。哎，对。哎呦，辉哥，来感觉了，来感觉了，辉哥，哎呀，太疼了。小吴啊，别以为你戴眼镜我就看不出你会。小吴，小吴在哪儿？小吴，小吴，莫非啊？我知道你刚找小吴呢，早说呀！我帮你去找他。小吴，你去哪儿呢？小吴，小吴，朱明，哎，小吴，小吴，小吴，哎，小吴 ，Rose， 我记得班主任叫我干什么来着？我给忘了，应该是班主任的办公室的反面，没一个爷们儿。你可别看我啊，我不会。我教你嘛，我可以教你，对不对？我教你，手把手教。不学不学。我跟你说，篮球这项运动，首先它是很强身健体的，而且它的花样很多，招式很多，变通数非常高。作业写了吗？没有，没什么跟我教你打篮球这是两码事，好吗？所以说，我跟你说，你一定要跟我好好的学习下篮球。我带的你，我带的你还不行吗？我手把手教学的，我跟你说，这种课时费我都不跟你要。林东，你能帮我看看这题吗？我明明已经代入公式了，但怎么算都算不出来。哦，你把2个公式搞混了。垂直上抛的公式和自由落体的公式不是一个。你再仔细观察一下变量。嗯，好。你今天任务完成了吗？哎，问你呢，今天任务完成了吗？没有啊，根本就没完成任务。篮球比赛马上就要开始，我们队还差2个人，咱班没有希望了，怎么办？也不是没有办法。什么办法？这样，你先把今天的单词背完再说。保证完成任务。 Able, fair, limited, tie, complete, correct, cancel, possible, complete, corrected, possible, patient, stop, smoker, and start, left, lead, right, consider, use, second, able, read. 许超，我记得你高1的时候就是篮球队的，所以咱们班篮球队有没有兴趣加入啊？我还要学习呢，这马上期末考试了，哪有时间打球啊？了解了解，哥都知道。
年级第1的笔记啊，内含绝密押题宝典，仅此一份。真的？真的？不就是个篮球队吗？我参加。哎，来。你干嘛？简志强，身高186，外号擎天柱。初中的时候曾代表学校去参加市级比赛。条件这么好，人还长这么帅，不去打中锋真是可惜。哎，不打。最近学习那么累，我打会儿游戏它不香吗？哥，亲自带你上星耀。王者，真赔钱。哥亲自陪你玩，这是最高段位了，整个学期都得陪你玩了。每天再加1瓶可乐。公交每天来训练，没问题。我宣布，高2、5班篮球队正式成立。哇，好帅呀，好帅呀，太帅了，太帅了，太帅了！赶紧去围哎，帅哥在这儿呢，干啥去？一班组了一个188男团，他们是去一班围观了。什么？这群人胳膊肘给我往外拐！还是你们几个有眼光啊！快走，小花，刚鞋带掉了，耽误了这么久，快走，冲啊！188的冲啊！我来了！没有笑话，你也是这样的人。人家都是188，188、1米88都怎么了？中看不中打，我们是实力派。就是，不能让他们小瞧我们。没错。不过以后的训练啊，还得看辉哥你了。放心吧，包在我身上。以辉哥我篮球各路招数集大成于一身。我先去做个习题。自习课不好好上课。干嘛呢？啊？整个年级楼道就听你们班了，叽叽喳喳，没完没了的。我现在宣布啊，上次考试3门以上不及格的，全都不许参加篮球比赛。不是主任，这不合理吧？有什么不合理的呀？不是，上次学生的职责是什么呀？回答我。学习。哎，坐下。马上期末考试了啊，大家自己有点压力啊，拿成绩说话。
肖小画，信是我贴的。在我偶然发现徐梦雨抄袭以后，觉得他做错了，就将他抄袭的内容公之于众。但我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，更没想到你会因此受这么大的委屈。在你受到非议的时候，我也曾多次犹豫过是不是要站出来，但最终我还是没有这个勇气。可你却做到了，勇敢地站出来保护了我，谢谢你。还有，肖小画，对不起。迎面初夏的风，阳光早场梧桐，捕捉顽皮的萤火虫，世界因你不同。衬衫、吉他、篮球，裙摆、长发、温柔，至今那是青春年幼。太多片段带不走，你是否抵达梦的路口？是否不再随波逐流？微笑梦想炙热依旧，总有发光的时候。你是否活得要个自由？是否能够愈合伤口？明白这段旅途绝无仅有，在许多年以后。衬衫、吉他、篮球，天台呐喊自由，至今那是青春年幼，太多片段带不走。你是否抵达梦的路口？是否不再随波逐流？微笑梦想炙热依旧，总有发光的时候。你是否活得要个自由？是否能够愈合伤口？明白这段旅途绝无仅有，在许多年以